今日的话题是和阿姨辈的女性谈恋爱是种什么样的感觉？话题畅聊是精选出几位网友的评论。荧幕前的你，如果有什么要补充的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先来看看题主的故事。题主称，23岁的时候，在聊天软件附近的人上认识个大我15岁的阿姨。当年我23，她38。一开始只是想玩玩，没想到交流过几次，发现她是我小时候同一个小区的。后来她搬家去县城了，慢慢跟她接触，才发现之前是一个地方的。就这样，我跟她交往了3年。这3年我没有谈过女朋友，就一直把她当成女朋友，偷偷的交往。她当时是单身丧夫，自己这么多年也没有结婚，自己一个人带着个儿子。由于年龄的悬殊，我们之间的感情是见不得光的。就这样，我们一直偷偷摸摸的交往了3年多。那段时间真的很难忘。没事的时候我就去她家，她给我洗衣做饭，对我也很照顾。在一起当然少不了那些需要的事情，她很会知冷知热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男人都喜欢比自己大的女人了，那种感觉真的好棒。网友一评论道：我和很多有类似经历的人聊过天，听到的最多的2个词就是轻松与刺激，是不是挺矛盾的？和阿姨辈的女性谈恋爱，如果用一个词语来总结的话，就是复杂。因为年龄差异会影响到你们的人生兴趣和生活方式。阿姨辈的女性可能比你有更多的生活经验和成熟的思维方式，这可以让你在关系中受益，因为你可以从他们的经验中学到很多。然而，这也可能导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认知差距，需要互相理解和沟通。兴趣和生活阶段，由于年龄差异，你和阿姨辈的女性可能在兴趣爱好和生活阶段上有一些不同，你们可能会面临选择如何平衡各自的需求和兴趣，以使关系顺利进行。我听过最搞笑的故事是，一个中专在读的小伙子对一个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说，他愿意和她一同抚养孩子。人家琢磨的是孩子的学费辅导费，你琢磨的是和他的儿子今天下午的那一局游戏。那个帅哥告诉我这个事的时候，很大的篇幅讲的都是自己和人家儿子玩游戏的事情。社会对年龄差异较大的恋爱关系可能存在一些偏见和观念，你和阿姨辈的女性可能需要处理来自家人、朋友和社会的不同看法和压力。因此，我没有见过一个人能将这段关系走到最后的。还有大家都爱听的性生活，据说完事后的圣贤模式非常严重。的确，由于年龄的差距，阿姨通常比年轻人更有经验，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价值观，这可能导致一些沟通障碍。因为年轻人和阿姨在很多方面可能没有共同的兴趣和经验，所以会产生一些纠纷。下面来看看这位网友的故事。网友2表示：我今年30多，在我20岁上下的时候，我和一个阿姨交往过，她快40了，和我是同乡。我也忘了我们是怎么开始交往的了，只知道是通过网络认识的，我也忘记是怎么吸引上人家的了。反正就是腼腆了几下就开始交往了。她离过婚，还带个孩子，跟这样的阿姨交往很有意思。你对她孩子好，比对她本人好更让她开心。交往的感触就是，阿姨的确是比小姑娘更会疼人，但是40岁是更年期，所以阿姨跟你温声细语展现魅力的同时，也有可能因为一件屁大点的事跟你翻脸。因此千万不能用对待小丫头的方式去跟阿姨玩，否则阿姨会不高兴。有一次在宾馆，阿姨找我要烟抽，我那时候抽的烟特别呛，怕她受不了，我就逗了逗她，没给。这要是放在20来岁的小丫头身上，撒个娇也就过去了。但是阿姨当时很不高兴，把烟扔地上了，我给捡起来，她又给掰断了。阿姨的确很温柔，但阿姨也很烦人。网友们表示，阿姨是不会放下身段撒娇示弱的，你确实不该开这种逗小孩的玩笑。你在她眼里不过就是个小孩，你以为很潇洒随意，其实在她眼里就是显得很轻佻不稳重。从网友们分享的故事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在与阿姨谈恋爱是会出现不少的弊端的，所以与阿姨谈恋爱时需要谨慎考虑，并尊重彼此的感受和决定。在决定开始这样的关系之前，最好先了解彼此的期望、价值观和生活目标，以确保这段关系是健康、
积极和有意义的。那么今天的话题到此就结束了。荧幕前的你有什么要补充的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这里是话题畅聊室，我们下个话题再见。